大家好，我是七七。刚好中秋节又快要到了，月饼之类的都要搞起来啊！之前七七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几款月饼的做法，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。今年我们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蛋黄酥，大块芝士蛋黄酥。我不复刻，因为我只做更好的。你们喜欢在中秋节吃什么呀？也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分享一下哦。腌制好的咸鸭蛋，分离一下蛋黄。蛋黄表面的那一层薄膜呢，一定要记得把它去掉。喷洒一些高度白酒，接着开水上锅蒸7、8分钟左右。用刀背把咸蛋黄碾碎，这样它更加的细腻。当然，你用叉子也都是可以的。已经碾碎的咸蛋黄加入糖还有奶粉，接着用手轻轻的抓匀就可以了。加入切碎的蔓越莓干，也是简单的拌匀。拌好的蛋黄馅儿就可以均分成大概13、14克左右的一个小球。接着来做麻薯，在一个大碗里倒入糖还有牛奶，搅至糖都融化。筛入糯米粉和玉米淀粉，搅至均匀无颗粒的状态。之后再来过一下筛，这样会更加的细腻。包好保鲜膜，水开后上锅蒸8、9分钟左右。趁热加一些黄油，接着就可以把麻薯揉成团了。麻薯需要搓一下，它能够形成这种比较薄的薄膜就可以了，而且呢，表面是非常光滑的。先把麻薯保鲜膜贴面，放入冰箱去冷藏一会儿待用。现在我们来制作水油皮。面粉里加入水，边加入边搅拌。搅至絮状之后，就可以加入室温软化的猪油了。转移到案板上来，把它揉搓一下。揉搓至这个面团非常的均匀光滑，而且可以扯出比较薄透的膜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让面团松弛10分钟左右。接着来制作油酥面团。低筋面粉里加入室温软化的猪油，把它简单的融合一下之后，就可以转移到案板上。像我这样，不断的切拌、折叠，多重复几次，至材料都充分融合就可以了。接着就把油酥分割成12克1个左右。松弛好的水油皮搓成长条形，接着均分成18克左右每个的小剂子。取一个水油皮，通过按压延展它，不需要太大，也不需要用擀面杖去擀，比油酥大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接着就放上一个油酥团，然后不断的去延展水油皮，把它包裹起来，收紧收口。包好的酥皮盖上保鲜膜，再松弛5分钟。酥皮松弛的时候，就来组装一下馅儿。奶油奶酪不需要软化，直接从冰箱取出，分割成14、15克左右一个。麻薯大概是分成8克左右一个。把每一块奶油奶酪稍微的按压一下，中间出一个窝，之后包入蛋黄。把它包起来就好了。如果奶油奶酪你觉得比较软的话，也可以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冷冻一会儿，再拿出来包。
取一颗麻薯，也是用手按压延展。接着就包入我们刚刚包好的奶油奶酪蛋黄馅儿。馅儿组装好之后，就可以放入冰箱去冷藏待用了，这样待会儿也会比较好包。取一个酥皮面团，轻轻的按压，接着就用擀面杖擀开，由上至下均匀的卷起。卷好之后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左右。夏天太热的话，可以放入冰箱冷藏松弛。第二次的擀卷，接口向上，然后轻轻的按压，擀开之后再自上而下的卷起。继续松弛15分钟左右。松弛好的酥皮，用拇指在中间按压一下，两侧向中间折叠。接着就用擀面杖擀开，成一个圆形的皮子。包入蛋黄酥的馅料球，就像这样不断的延展皮子，把它包紧收口就可以了。在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液。先刷一层，之后稍微风干了就再刷一层，最后再撒上一些黑芝麻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90摄氏度烤25到30分钟左右。蛋黄酥真的是我做过的非常复杂的视频之一了，可以说是从日出做到了日落。那大家平时都做过什么特别复杂的料理或者是烘焙啊，都可以打在弹幕或评论里面一起吐槽一下。香喷喷的蛋黄酥就做好啦，等到晾凉之后，我们再来把它切开。酥层都打开的非常的饱满，而且蛋黄完全不会有硬芯儿，也是那种滚圆又可爱，再包裹着一整块的芝士。能在中秋节跟大家分享这道小点心，所有的麻烦也都值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